神秘啊！哦耶，好屌！我是小徐，今天的话呢，由我来给大家提前看一下2025年的蛇年神器，也就是我们的蛇神。这把武器的话呢，是以兵为主题的一把武器啊。这把武器机制的话，虽然说在简介里面写的像小作文一样，但其实非常简单，分为左键、右键以及大招。一点一点给大家讲，左键的话呢，它左键是个毒弹头啊，看似平平无奇啊，但其实它左键击中僵尸后的话，僵尸会产生一个散型的攻击，等会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并且左键会对僵尸造成一个标记，有概率。然后右键的话呢，是一个范围型的雪花，有点类似于兔神的一个感觉。这个雪花命中僵尸之后啊，会造成一个伤害范围的，并且也会造成一定的标记，有概率造成标记啊。然后就是它大招，大招的话命中僵尸会100%造成一个标记啊。那么说了这么多，标记是什么东西呢？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右键大招标记之后，你们看僵尸身上会有一个蛇的一个图标。当我们左键或者右键再次击中这么一个有标记的僵尸，这个僵尸就会额外再次造成一个伤害啊。好，有一点忘记跟大家说了，这把武器的话有一个保命的机制，有点像龙神的一个那个球啊，球道玉。当我们右键开野之后，我们的准心下面会有一个能量条，这个能量条会随着时间推移慢慢的消失掉啊，看到没有？会消失。这个的话，右键开野之后，僵尸只要靠近我们，这个僵尸就会被我们这个能量保护罩所击飞啊。当然，这个能量保护罩的话，我们右键是不能够回复的。右键开野之后，第一发，等它能量条结束之后，我们再按右键。它才会造成一个保护罩才会回啊，如果连续2发，它是不能够回这个保护罩的啊。所以说它机制比较简单啊，主要以标记为主啊，大招和标记。来大招，然后看完大招，我们右键来一发，基本上可以说是龙神加上兔神的一个感觉了。我们可以这么玩，左键稍微点僵尸，我们能量稍微回复一下。当我们给僵尸造成标记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能量也会进行一个回复。大招啊，可以看见标记了啊，没有大招开出来。大招加右键标记，龙神加兔神，基本上啊，所有僵尸都能带走。所以这把武器现在目前看起来是挺猛的，小鱼个人感觉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的话实战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右键来，右键的话呢只消耗10%的能量，所以说右键是很猛的，各位，才10%的能量。而且右键这个盾的范围是比较大的。左键射的时候，你们看这个僵尸后面会有一个像水花一样的东西啊，这时候就会对他这个僵尸的后面造成一个伤害。好，大招右键放波子弹，换子弹的话呢就是武器变黑了啊，然后又亮了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等一波能量啊，我已经30、40了啊，结束了这一局。好的，我们第一回合就先到这边。好的，我们来第2回合看一下。然后右边的话呢也有一个介绍，大家的话可以看一下啊。不过这把武器整体来看就是非常简单啊，有点像龙神的 Plus 版本啊，各位。不过它大招的话需要4点能量，并且击杀僵尸不能回，不能像龙神那样子连续的发好几发大招，它只有标记能够回复这个能量以及时间推移。好，稍微等待一下，大招右键标记啊，胖子直接带走，别着急，等僵尸发育一下。我们以防万一啊，开个天使雷，左键射，大招右键，基本上啊就跟割草一样了，那大招加右键。不过今天玩的是这么一个测试服啊，各位，所以说很多数据都不准啊，大家只要看一下这么一个技能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左键点 ，OK， 又一个放波子弹，大家可以守一波。看僵尸在哪？僵尸这边比较多了，大招加右键，基本上标记的僵尸再来一个右键，基本就秒掉了。啊，忘记跟大家说了，还有一点，也就是这把武器一个保命机制啊，它的话和龙神啊、兔神一样啊，你打中一定僵尸、刺出僵尸就会产生一个护盾啊，然后僵尸抓到了可以防抓一次。大招，好标记之后左键点会造成一个伤害。好，左键和右键也会造成标记啊，不过是概率，有概率造成。大招是100%造成。太监是标记，不过太监的话没办法。左键稍微点一下。所以这把武器，我个人感觉它保命能力其实没有求道玉那么夸张的啊，因为它右键的话呢是有个间隔的，是1秒钟左右的一个间隔，点个飞枪。好的，
好，我们这时候能量有60点了，别着急，这边兔神给我们抢人头了，没关系，稍微点一下大招加右键，基本上就是秒。大招右键，好，这时候右键没有能量，没关系。然后这把武器还有个玩法，除了大招加右键秒完高爆发秒完之外的话呢，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玩法，就是它右键的话只要10%的一个能量，所以说你们一直按右键就可以了，我们一直按就可以了。然后标记到僵尸就基本上秒了。右键，不过右键是不能穿墙的，并且不能吃6的，包括大招。右键来1发2发，然后真空器我们就用左键点就可以了，或者用别的武器啊，因为它左键类似于像兔神啊，不像龙神那样子一个扇形的。右键，右键，右键，右键的话呢是硬直1秒钟啊，各位不能连着射，快切也不行啊。好，左键继续点一波花破子弹，继续后面来僵尸了，别着急，右键标记到，再来右键，再来右键，标记到之后也会进行一个回复能量，花破子弹。OK， 硬件复活点，左键点 ，OK， 这一波来了波74K， 然后下一把 ，OK， 这把我们是母体啊，母体的话我们就正常抓就可以了屁股后面有一个蛇头啊，然后里面叼了个小宝石啊。好，开局我们现在大乔，别着急 ，OK， 有僵尸，我们开始攒能量，右键大招，直接蒸发，除了一个小太监没有死。点右键来 ，OK， 蒸发掉一个，光波子弹。OK， 看到僵尸了，我们可以右键啊，点按右键，然后有我们盾的存在下，造成一个高伤害。哎，这僵尸造成标记了，但因为是太监啊，所以说无敌，没有死掉。左键也是能触发标记的，但是左键的概率比较高比较低啊，各位不好意思说错了啊。左键的概率是比较低的，然后是右键，大招是100%标记啊。大招右键，哎呦，又是太监无敌，别着急，我们去大乔吧。大乔的话僵尸比较多啊，比较舒服一点。还得是我们的圣意号印来，大招加右键，没子弹了，放波子弹，15K。好的，来到我们大乔啊，大乔的话呢 ，BOSS 就会站成一排了。不过今天玩的是BOSS房啊，所以说实战当中的话，它的一个玩法肯定有变化。好的，40能量，不要着急，僵尸比较多了，直接开大右键，基本上就秒完了。然后这个盾的效果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，我们4A发盾，僵尸靠近，你们看啊，会僵尸直接就弹飞了，直接就秒掉了，造成一个伤害并且弹飞啊，有点像球钓鱼。右键来1发、2发、3发。4发，你们看，我们能量一直在回复啊，我们右键停不下来的，根本就，僵尸只要够多，我们能量一直在回复，很骚。左键点，光波子弹，换子弹的话就变黑一下了，又变亮，啊，非常简单啊。近几年年神出的这么一个换弹都是比较简单的，各位，来右键，好。所以只要僵尸够多的情况下，我们打一个容错率，右键越射能量越多。不过它左键的话标记的一个概率比较低啊，目前玩下来感觉它左键标记没怎么上到过，说实话。然后左键射到僵尸，它屁股后面会散雪花，你们看，啊，会散雪花，然后雪花的话呢会击中后面的僵尸，造成一个扇形。打龙岩柱也可以，各位，你看，打龙岩柱也可以造成一个扇形。哎，龙岩柱有用了，各位，龙岩柱有用了，然后开火大，右键蒸发完，直接蒸发完，清屏，大右。所以说这把武器它左键虽然说保命能力不如龙神，但它的一个爆发还是不错的啊，并且在僵尸比较多的情况下。不过如果僵尸不多的话，可能抢人头方面可能比起龙神来说可能费力那么一点，因为龙神杀掉僵尸也可以回复能量，对吧？好的，我们最后再给大家玩一把这么一个蛇神，然后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么一个特点武器。好，我们这把老规矩。先去大乔看一下，他大招的话呢叫做冰霜冲击啊。防木子弹，好的，不要着急。然后BOSS手上都拿的是这么一个啊，不是 bot， 我以为这是 bot， 各位，不是 bot 啊，别着急。然后这把武器是不能打空气墙的，不能穿空气墙的，各位。
啊，不能穿墙的，你看打空气墙它会直接消失掉。然后我们地上有个圈儿，有这个圈儿就说明我们有盾，这个盾就类似于求道玉啊。好，看一下附近，这把僵尸还没有抓起来啊，比较磨叽啊这把。好，这边有僵尸，不要急，大招直接秒掉。这边有左键点，大招标记左键点，直接秒掉。右键来一发，没必要去上。右键的话，主要还是提供一个护盾啊。不过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盾它的范围非常的大，各位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我们把一个天使关掉，右键开盾。你们看，这范围还是比较大的，所以有时候莫名其妙我们的盾就没有了啊。然后这个盾的话，右键还有1秒钟的一个真空期，我们刚用掉啊，然后复活了个僵尸啊，这复活点啊，一个特点武器，也就是我们这个2号背包。我们2号背包这么一个特点武器啊，也简单跟大家说一下，它的机制就非常简单了。它左键射击的时候啊，就类似于像猎弓魂手猎弓这把武器一样，左键是微自瞄的。只要你准心碰到僵尸，它弹道会自动跟踪到这个僵尸身上。然后它的右键是这把武器的一个核心啊。右键的话，会随着时间缓慢的恢复啊。右键是这样子的，射地上啊，地上有个老鼠一样的东西啊，其实是狐狸各位啊。然后僵尸靠近，啪就会粘到这个僵尸身上，并且在4、5秒后造成一个爆炸伤害啊。然后同个僵尸可以粘多个烛火，然后它的话不能粘墙上啊。打墙上你就会弹开啊，类似于像那个礼花啊，那个万花筒那把手枪一样啊。然后左键你们看非常无脑啊，左键，哎，只要准心稍微靠近这个僵尸，直接就会击中啊。然后这把武器还有个非常变态的地方啊，它有个被动啊，类似像青鸾那把武器一样，只要僵尸靠近360度，僵尸会造成一个主要伤害。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我没开枪哦，你们看，僵尸靠近，它会自己产生一个伤害。类似于像青鸾那个效果一样，然后我们右键来一下，右键锁到一个僵尸，大概4、5秒后产生爆炸，然后右键我们一直射就可以了。右键的话会跟踪到这个僵尸身上，然后产生一个爆炸，开波6。他左键是16的，右键好一个光子弹，后面有个小胖子，开波5。有贤者模式了，哦呦，我靠，长手，可惜了。好，再给大家演示一把。这把枪的话，它伤害整体来说都比较偏低的啊。它只有它左键开6之后是吃这么一个伤害的，它的一个被动以及它的右键都是不吃6的。可以说是一把玩具吧，我个人感觉是一把比较精致的小玩具吧，可以感觉。可以拉过来，右键射，烛火直接缠身。右键的话呢，可以多个烛火缠在一个僵尸身上，小心点，一波点。他拿出来的话还有个前摇啊，不能秒开枪，各位你看，它是不能够秒开枪的，放波子弹，开波6。因为今天的话呢，测试是没有这么一个伤害显示的，所以看不到伤害，放波子弹。而且僵尸靠近就会定身，你们看，强制定身，不用打，僵尸都过不来。右键来1发2发，好，左键，万一恶灵的话是可以破的。右键，哇，他还会吸熔岩柱身上，你们看，别急，开波5，右键，鬼火缠身，点又一个，漂亮，天使开一下，很无脑啊。这把武器，它左键都不用瞄准，非常无脑，各位。不过伤害爆发并不高啊，你们看，因为它右键虎火的话，爆炸时间太短了，太长了，你知道吗？射出去之后大概要4到5秒钟才会爆炸，就它一个爆炸时间太短了啊，太长了。右键1发2发换子弹。不过它的外形方面也是我个人感觉蛮有意思的啊，好不好看就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了。蛮有意思的，来右键，高情商蛮有意思的。右键1发2发，好缠住 ，Q Q， 来再缠一个。所以这把武器可以当一个地雷来玩啊，而且它的这个右键是随时间充能的，各位不用担心它左键没子弹了啊，然后就充不了能了，没能量了也没关系啊，就这样。我们捡个补给箱，
边有个不响，点一下 OK， 光波子弹，天使也保命一波，好，4元压一下，右魔雷一个大招，不要着急。不过这把武器我个人感觉它左键比较瓜啊，各位适合娱乐。右键来2发、3发，哎呦，全吸龙眼珠身上了！我操，你这狐狸在干嘛？我操，光波子弹。好的，开波6，就左键吃6啊，这也比较蛋疼的地方。右键1发、2发、3发，当个地雷王。OK， 这把来了把33K。OK， 我们到了第8回合啊，又变成母体了。啊，然后僵尸靠近了就会缠到那个僵尸身上，啊，就炸掉了。好，来左键、右键，缠住，哎，一个漂亮。如果缠住期间被打掉了，我们这就不爆炸了，各位。有点类似于像新出的那个，有点类似于啊，各位，这个机制有点类似于像新出的那个闪电系列的喷子啊。闪电汽水，哎，对，非常像那个技能，右键扔出去，哎，原地放一下，对吧？一模一样，僵尸靠近，咔吸过去，啊，这么一说，真的是一模一样，各位，可以说是闪电喷子的1叉版。右键射，好走。希望没有阴间复活点啊，这一把已经被阴间复活点搞怕了，各位。左键点，射1发。2发，右键的回复的速度并不是很快啊。再来1发，吸住，大风车转一下，光波子弹，适合娱乐。各位，来给大家开波6试一下，开波6，好，你们看，基本上杀不掉僵尸啊，很适合娱乐这把武器。但是想拿它打一个很高的一个数值啊，爆发各方面可能就开始了。点波补给枪，阴间复活点。差点没了，光波子弹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武器它的一个强定身啊。哎，你们看，它的被动就是强定身啊，僵尸靠近就会自动打中，有点类似于轻软啊，轻软加闪电气锤，有这种感觉的。他们回来了。来，还有前摇，右键1发，左键点，开波6，要死了，开波7。他们回来了。溜球了，各位。溜球，哎呦，这还没子弹，快走！差点没了，光波子弹。它主弹夹的话，目前看下来是90发主弹夹，是把冲锋枪，所以耗弹是非常快的，各位。感觉是把野牛啊，它的原型，各位，好像是把野牛。1发、2发，它还是有这么一个弹道的，差点没了，各位。断1个0的话，它定不住啊。没了，这波被包饺子了。好的，那我们这边2025年的传奇年神以及2025年的特点武器就差不多先给大家玩到这边了啊。2把武器的话呢，也是各有优劣吧，个人感觉，好吧。那等在正式上线之后，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。